大家好，我是以赖。台湾的水产店经常会卖那种一个塑胶盒装着的厚岸牡蛎，那是没有经过冷冻的，可以生食。早期的影片好像有出现过1-2次吧。那个很好吃诶。在我没有吃过打鱼王翔哥给我的野生牡蛎之前，那在我的心中是最顶尖的存在。厚岸是一个地名，就在北海道。那么车在手，牡蛎我有。今天我要来会一会厚岸牡蛎。高速公路上面车非常少。也不用什么变换车道、变换匝道，但重点你一定要有网路啊！有网路的话，你就是用导航，然后你用 Google 导航，它的语音跟你在台湾听到的一模一样，所以你会有那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像在台湾开车一样。这里是日本最东端的纳沙布甲，海的对面应该就是俄罗斯。露营车旅行想去哪就去哪，但是你需要有稳定的网路来支持。我这次来北海道拍片，我尝试了以前没用过的 DJB eSIM 畅日卡 Plus， 它的设定很简单，苹果手机 XS 之后的型号以及 Google Pixel 4之后的手机都能适用这个服务。你可以在手机里拨号米井06井，如果出现 EID 的条码字样，就代表这个手机能使用 eSIM， 只需要在手机里面依照程序设定好，不用多带个机器，也不用换卡。DJB 跟日本4大电信商串联，讯号覆盖更绵密。我们这次去的地方几乎都是天涯海角，万一开车到一半没有讯号了，那当场等于瞎了眼迷了路。所以一定要有稳定的讯号网。我一路上也同时要工作，传档资料、联络厂商、会员的互动等等的，网络不给力的话会非常担心。DJB 支援热点分享，我用电脑工作时也是吃手机的网络，非常方便，而且网络都是吃到饱，没有流量限制。那我实际在日本最东端的纳沙布甲海边测了讯号，我觉得还不错用，使用上完全没有问题。DJB 的 eSIM 服务全天24小时随时可下单，开通 QR code 立即可使用，免等待，不用跑去借机器、还机器等等的。除了日本，还支援全球168个国家，有24小时多国语系的真人线上客服，还有支援中英日韩泰这5种语言。相关的连结可以参考影片资讯栏位，或直接搜寻 DJB eSIM。在后岸的公共澡堂就看到这张海报，我们刚好遇上这个活动。老板娘说这个活动可以来看看，但是我真正的目的是这里有卖厚岸威士忌，我一路上都没买到。澡堂老板娘说现在量很少，他们当地人要抽签才能买。海报上还特别标明说这里有卖，由此可见它的数量真的少。这个活动为期1周，在这个漂亮的公园办一个市集，卖一些烤牡蛎、拉面、烧鸟什么的。然后公园的草地上放了一些座位，可以在这里买整包的牡蛎，自己烤来吃。因为我等等就要去后岸鱼协直卖所，这里的东西我都没有买。这个是立吞的区域，放个酒桶就太应景了。这里就是我的目标，酒类专卖店，它真的有卖后岸威士忌，但是我问了他们有卖整瓶的，800日币是1杯的价格。店员问我要不要做成 highball， 我喜欢纯饮。回去就可以跟人家说，我喝过厚岸威士忌哦。我买了1杯来试试味道，酒体颜色很淡，有很淡的泥煤味，有点像高原骑士，不是很顺口的那一种，就是新鲜的威士忌风味，谈不上很喜欢，但是会令人印象深刻。那这里有卖木炭，可以买去烤牡蛎。当然我主要拍的不是木炭，你懂吧？亮点自己找。如果今天天气再好一点呢，这里就更漂亮了。整体而言是一个很不错的活动。接着就要去后岸鱼协直卖店买牡蛎。鱼协应该就像是台湾的渔会这样子的组织，所以来日本我都会在 Google Map 上搜寻鱼协这个词看看。那拍卖所或者是鱼市场通常会在那附近。这个直卖所卖的东西像是台湾的农渔会，用当地的水产品做出各种加工食物，卖的东西超级多，杂七杂八的，跟札幌啊、千岁那些比较观光的地方卖的东西种类差很多。这里比较像是平时过日子的人在买的。这里有卖很多冷冻的螃蟹，
我们一行人只有3个，实在很难买这一些。如果你同行的人多一点，就可以每一种都买一点，吃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北海道也是养殖昆布的重镇，昆布类的产品很多。这里也有卖农产品，很像宜兰农会销售中心。这个香菇肉超厚，而且都没有开散，是品质最好的时候。如果想要买很多牡蛎的话，这里有卖保利龙盒。这里有卖熟成金鱼刺身，上面写-18度可以放1年，但这目前是冷藏状态的，没有解冻。北海道各处都有看到在卖金鱼肉，应该是很多人都会买的，我也买了试试。这里有肥瘦各半的金鱼刺身，这个是整块的金鱼皮，这是金鱼的培根，我买来煮汤好了，增加一些香气，一半可以当做明天的早餐。标签上都是写要冷冻，但实际上这是没冷冻的。500克生食牡蛎只要3200日币，这太多了，我们吃不完。还有帆立贝啊、螺肉等等的。这尾鱼只要150元日币，我查了，它叫许氏平柚，北海道的常见鱼种，看起来很不错，不知道为什么这么便宜。这个比目鱼一尾只要22日币，还要扣掉保利龙盒、保鲜膜、标签，还要包装的工钱啊！别忘了，日本捕鱼是要缴税的。我很好奇，鱼的定价权究竟是在渔协、渔船还是盘商手上，鱼价才会低成这样啊？这个鱼更微，3.2公斤的鱼只要500日币。那前面的小鱼可能都是未利用鱼，这个大的应该还是很能打，但依然是贱价出售。我想这个价格可能是因为产量很大，北海道的人口很少，渔协直卖没有经过盘商转手，品相漂亮的都去大城市卖给观光客了，剩下的普通品相就回馈乡里吧。那么主要的目标来了，这里有卖很多活体牡蛎，有整盒卖的组合套装，也有可以单买的。这些盒子装好了可以买的宅配回家，客人就不用拎得很重。那我看不懂那些差别在哪里，反正都是后岸湾养殖的。这里卖的牡蛎都是刷洗过的，外壳上几乎没有泥巴或污垢。扇贝这个在台湾大家应该常吃冷冻的，但是我从来没有吃过活体扇贝，买几个来试看看。又买了2个北极贝，这实在太好吃了，看到一次买一次。我买了尺寸最大的牡蛎，一个卖250日币，应该算是很便宜。上次在大阪吃的又贵又咸，希望这一次不会踩雷。那我在这里爆雷，直接说结果。这个后岸渔协直卖所，海鲜控此生必访。我听说在后岸湾的对面有一个仙凤指渔港，那里有网络上说日本第一的牡蛎。左转，然后向右转。第一天温泉老板娘说她吃过，她觉得很咸，口味还好，但是我还是想试试。我们再去川路的路上绕过去看看，这就是卖牡蛎的地方。结果下午1点到就已经没营业了。我刚刚在后岸那边牡蛎只买了8个，就是预期我在这里能够买到更多，想不到这里没有开。这一下牡蛎就稍显少了点。他们这里的牡蛎养殖方式好像跟我们不太一样，是预放在这一种笼子里面养的。这个渔港附近一个活人都没有看到，想找人问问也没有任何机会啊。渔港附近有个风景绝美的地方，但我们运气不好，这几天都是浓雾，没有看到预期的那种美景。从停车场往海边走个20分钟，全是像这样的景色。我感觉有一种沧桑的美感，原地转一圈都没有看到任何人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极致的孤寂感，但是我太太叫我赶快走，她觉得会有异鬼从树林里跑出来。差点就要睡在这里了。
今天预定了川路附近的露营区，它位于要前往阿寒湖的路上，这里有24小时的厕所，也有温泉，可以丢垃圾，也有餐厅什么的。但是它的露营区域其实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一排停车位，一个插座可以充电，没有可以洗东西或烹饪的区域，只能在厕所洗碗盘跟盥洗。停车场也不能用明火，所以烤牡蛎的计划就泡汤了。第二次处理北极贝就得心应手的多，这在川路和商、札幌超市都有卖切好的。如果你不想挑战自己弄，买现成的也可以，但通常只有中间的腹足部位，没有裙边跟背柱的部分。这个是扇贝，就是我们常吃的干贝。它活着的时候会突然夹紧贝壳，要小心不要夹到手。这在北海道超多的，是养殖的。那我们吃的白色部位就是闭壳鸡。如果你来北海道有看到，建议你要吃看看生的，很好吃。如果烤熟了，就跟台湾吃到的根本一样。你回家买冷冻带壳的烤一烤就好，不用跑来这里。这个我没有弄好，残留了一些干贝，不要浪费，都烤下来。我来试吃看看，有甜味，很好吃，完全没有纤维感。我这个毫刀可能有一点短，开扇贝可能要用更长更扁的工具会比较顺手。这个牡蛎壳里面的水就是海水，打开之后要倒掉，不要留在里面，用食用水冲一下，不然牡蛎会很咸。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会分不清楚鲜味跟咸味的区别，就像藤壶吧，很多人说都要用烤的或是蒸的，说什么藤壶里面的汤汁很鲜，一定要喝。但我跟你说，如果藤壶是完整没破的，壳里面会充满了海水，那会超级咸的。如果你吃一堆都还要把里面的海水都喝掉，那可能很快就要洗肾了。牡蛎也一样，如果是用烤的，汤汁不要喝，生的开壳之后海水要倒掉，它肉里渗出的水分是白色的，那不是海水，不会咸，可以喝。还有像螃蟹啊，蒸之前打开盖子，一方面是清洗蟹鳃，一方面是让海水流掉再去蒸，这样子比较不咸。那咸味跟鲜味是不一样的东西啊，不要混为一谈。扇贝中间的闭壳肌还是蛮小颗的，单独取下来生吃。裙边也是可以吃的，粉红色的生殖腺也可以吃，但那没什么味道，我打算煮汤。有些人可能觉得这样自己买来弄很浪费时间，又会搞得脏脏的，但是你没办法理解海鲜控的想法。就像我哥哥，他下班都晚上10点了，还要去海边捞螃蟹跟牡蛎，收获也不多，也不是买不起，但就是喜欢这个过程。这些切下来的内脏都很软，因为我找不到丢厨余的地方，我都切得碎碎的拿去马桶冲掉。我原本烤架都有准备好了，但这里规定不能在外面烧烤，所以一半的牡蛎就用蒸的吧，顺便蒸那个像海瓜子的贝类。这个一次性的锡箔锅简直是露营好朋友，我又用了一次啊，没有破就一直用。来煮个热汤喝喝，这个水是刚刚用来洗牡蛎啊，跟北极贝、扇贝的矿泉水，我加个汤包就直接煮，这样增加一些海鲜味嘛。蒸牡蛎剩下的水后来也加进去了，这样子连盐巴都不用加。这白菜有一点变黑啊，我第一天在超市买的，放在角落都快要忘记了。我加了一些金鱼的培根肉片，我原本以为会像金华火腿那样增加这一锅汤的层次感。
结果这闻起来完全没有培根的香味，一点味道都没有。我感觉这个培根可能不会很好吃，但是海鲜很多，吃起来还是很舒服的。有一个最好看，后岸牡蛎活体，小鸡米。这该是我此生吃过最好吃的，因为我们家里面以前有买那个盒装的那种厚岸牡蛎，哇，这比那又上了一个档次，哇，我的刚刚才拿出来，弄起来很麻烦，哇，脆，又弹又脆。有一点像蒟蒻，但嚼起来鲜度整个一直上来。说不能烧烤，所以我临时把它做成生的。我也没有吃过活体的干贝，一般我们吃的干贝都是，哇塞，好好吃哦！这跟冷冻过干贝完全不一样，它的甜味一开始没有那么强，你要一直嚼，但它很容易就嚼了。它并没有一般我们熟悉的那种干贝一丝一丝的纤维感，它完全没有纤维，非常容易脆叶，一下子就没了，好吃，应该没有问题吧？这好叶，这个不应该吃生的，应该烫熟，等下放进去烫一下应该是好吃的，就是口感是非常好的。让它把那个鲜味弄进那个汤里面。就刚买那个金鱼肉，买的时候它就是冷藏的，它没有冷冻过，里面有白白一点一点。它如果不是说袋子上是写可以刺身，我根本不敢吃，就看起来很像有寄生虫在那个肉里面嘛。但其实它应该是鱼精吧，是啊。但是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，我觉得有一股很特别的味道，可能要用很强烈，比如黑胡椒、柠檬盖过那味道，但口感不错，但本身的那个气味有点奇怪，可能是某种贝类吧，直接蒸来吃，好吃哦，很像。很 Q 很 Q 的海瓜子，可以吧？肥美。哇，断面，好好吃哦！这个是真好吃。试试看啊！这个汤是刚刚洗这些料留下来那个白白的汤啊，我觉得不要浪费，我拿来煮这个汤。不错，很清淡，但是味道很好。那我们来吃刚刚的唇边，也给它一次机会烫熟了。哦，好吃很多，一嚼就断了。鲜度一样，所以穿烫一下非常好吃。这个是培根哦，金鱼的培根，大概就靠近鱼皮的部分嘛，因为它这个肥肉超厚，超硬，超级硬，也不咸，没有香味，烫香菇。
比一般香菇更软，然后有机会再来试试看吧。